真千金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我攀附豪门，让我滚出沈家。可我是业界翘楚，自己本身就是豪门。一台手术结束后，我摘下手术手套，扔进医疗垃圾桶，助手递来温水，声音压得极低。沈医生，手术成功，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我点点头，抬手扯下口罩，指尖划过手机屏幕，一堆未接来电，全来自沈家。我抓起外套往外走，脚步没停，私人飞机落地，专车直接开进沈家老宅。我推开车门下车，抬步走了进去。客厅的真皮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孩，脸上带着精致的妆容，正手舞足蹈地说着什么，眼里全是得意。主位上的沈母脸上没什么表情，指尖漫不经心地划着平板，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旁边的单人沙发上，我哥沈千亿靠在那里，手里攥着一颗青枣，嘴角挂着毫不掩饰的嗤笑。见我进来，沈母原本没什么情绪的脸瞬间就软了下来，立刻放下手里的平板，站起身快步迎了过来。她伸手握住我的手，知雨回来了，手术顺不顺利？快坐，我让王妈给你炖了你最爱喝的鸽子汤。我反手拍了拍她的手背，笑了笑，语气轻松。放心吧妈，手术很成功，患者已经脱离危险了，就是有点累。沈母立刻转头，对着厨房的方向扬声喊了一句：王妈，快把汤端出来，再把我冻在冰箱里的草莓拿出来洗了，知雨最爱吃的。王妈在厨房里应了一声，很快就端着汤碗走了出来。全程沈母的目光都没离开过我。沙发上的女孩，也就是认亲的真千金沈婉柔，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猛地站起身，死死地盯着我。她伸手指着我的鼻子：是你，一定是你嫉妒我是沈家的亲女儿，提前挑拨我妈妈，对不对？你这个冒牌货，占了我20多年的人生，你还有脸回来？我还没开口，旁边的沈千亿就皱起了眉，猛地把手里的青枣砸在茶几上，发出咚的一声响。他站起身，看着沈婉柔，语气冷得像冰：你在跟谁说话？她是你姐，给我把你的手指收回去，懂不懂规矩？这句话像是踩了沈婉柔的地雷，她瞬间就炸了，眼泪瞬间就涌了上来，声音里带着哭腔：哥，我才是你亲妹妹，你怎么能帮着她说话？沈千亿揉了揉眉心，脸上全是不耐，他懒得再跟他掰扯，拿起沙发上的西装外套，转身就往门口走。我还有个合同要签，没空在这跟你浪费时间。我也懒得跟沈婉柔掰扯，接过王妈递来的汤碗，低头喝起了汤，身后传来噼里啪啦的碎裂声，紧接着就是王妈尖锐的惊呼：天啊，这个果盘是老爷最喜欢的那套冰种翡翠的，80万啊！我握着汤勺的手顿了顿，果断放下汤碗，起身就往门口走，快步追上了还没出门的沈千亿。锅别找我，我可不想沾着破事。身后传来沈婉柔骄横的喊声：不就是个盘子？我可是沈家的真小姐，就是把房子砸了，爸妈都不会怪我一句。我和沈千亿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这孩子还是太单纯了，他真以为沈家的千金靠的是那点血缘关系。沈千亿拍了拍我的肩膀，叹了口气：我去公司了，你自己注意点，别被他缠上，有事给我打电话。我点了点头，看着他开车离开，转身去了隔壁的独栋别墅，那是我在沈家老宅里单独住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我刚洗漱完，就听见客厅那边传来了沈父暴怒的吼声。我换了身衣服，慢悠悠地走过去，就看见沈父坐在主位上，脸色铁青，面前的茶几上放着碎裂的果盘。沈婉柔站在客厅中间，哭得肩膀发抖，脸上全是委屈。她看见我进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转头看向沈府：爸，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沈府冷笑一声，语气里全是寒意，眼神扫过他的时候没有半分温度。不能给这个家带来价值的人，没资格说自己是我沈家的女儿。这句话像一巴掌狠狠扇在沈婉柔的脸上，她瞬间僵在原地。我靠在门框上没说话。沈家能有今天的家底，靠的从来不是什么儿女情长，而是实打实的价值互换，是能给家族带来利益的能力。我和沈千亿从小就被沈家倾尽资源培养，沈千亿是家族继承人，考入顶尖的商学院，毕业就进了家族公司，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现在已经能独当一面。我穿到这具身体里的时候，刚满周岁，抓周礼上。我一把抱住了那个小小的博士帽模型，那是我上辈子奋斗了大半生的目标。后来我也如愿考入了最好的医科大学，本硕博连读，导师是医学界的泰斗，师兄师姐全是业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毕业之后，我自己开了一家私人医院，不到3年就做到了业界翘楚。闲暇之余，我又开了一家私人医药公司，专注于高端医疗器械和特效药的研发。我从来不是靠沈家千金的身份活着，我自己本身就是豪门。沈婉柔显然没听懂沈父话里的意思，她缓过神来，咬着牙，眼里满是不服气，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看向沈府，语气坚定：不就是价值吗？我也能给沈家带来价值。爸，你让我进公司上班，我要证明给你们看，我比沈之宇强100倍。
沈父挑了挑眉，看着他，脸上没什么表情。你想进公司？可以，但是进了公司，从最底层的生产员做起，不准跟任何人提你的身份，能不能留下来，全看你自己的本事。沈婉柔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满是得意，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没问题，我可是重点本科毕业的，这点小事难不倒我。我看着他志得意满的样子，没说话，转身走出了客厅。他根本不知道沈家的底层不是那么好混的。第二天一早，我刚拎着包准备去自己的私人医院，就撞见沈婉柔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紧身连衣裙，挎着限量款名牌包从楼上跑下来。她对着玄关的镜子反复理了理烫卷的头发，脸上全是志在必得的得意。看见我还故意挺了挺胸，鼻子里冷哼一声，转头就趾高气扬地往外走。王妈端着早餐从厨房出来，看着她的背影忍不住摇头，凑到我身边压着声音开口：“二小姐，您说这大小姐去生产线干活穿成这样，哪像能吃苦的样子啊？”我接过王妈递来的热牛奶，喝了一口，淡淡笑了笑没接话。她要撞南墙，我总不能拦着。沈家的生产车间做的是高端电子元器件，无尘车间要求严，必须穿一体式防尘服，不能戴首饰，不能留长指甲。她那一身镶钻的行头，那做了延长的水晶美甲，进去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喝完牛奶，拎着包出门，开车直奔我的私人医院。上午3台预约好的微创手术，我从早上8点进手术室，一直忙到下午2点才出来。刚脱下沾着消毒水的手术服，助理就端着温好的盒饭进来，顺便递上了我的手机。屏幕上是沈千亿发来的10几条消息，全是吐槽沈婉柔的，字里行间全是憋不住的笑。笑死我了！沈婉柔今天去车间，第一天就哭了3回。组长说她2句，她直接跟人拍桌子，说自己是沈家大小姐，全公司都是她的。刚才人事总监给我打电话，说她坐在车间门口嚎啕大哭，正闹着要辞职回家呢。我看着消息摇了摇头，拿起筷子扒了2口饭。意料之中的是，他在外面被养父母娇惯了20多年，养出了一身眼高手低的毛病，真以为凭着沈家亲女儿的身份就能一步登天，哪里吃得了这种实打实的苦。晚上我回老宅吃饭，刚推开餐厅门，就听见沈婉柔尖利的哭喊声。沈府坐在主位上，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手里的筷子捏得咯吱作响。沈母坐在旁边，眉头拧成一团，脸上全是掩不住的不耐。沈千亿坐在我旁边的位置，见我进来，立刻给我递了一碗刚盛好的粥，对着我挤了挤眼睛，用嘴型说了2个字：看戏。我接过粥碗刚坐下，沈婉柔就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红着眼睛对着沈父喊：我不干了，累得要死！还被一群底层人呼来喝去，我的美甲都断了2根。沈父放下手里的筷子，抬眼看向他，语气冷得像寒冬的冰。我当初跟你说得很清楚，要进公司就从底层干起，是你自己拍着胸脯答应的。现在才干了1天就说不干了？沈婉柔梗着脖子，一脸不服气，伸手抹了一把眼泪，理直气壮地拔高了音量：我可是重点本科毕业的高材生，不是去给你们干流水线苦力的。沈父被气笑了，伸手指了指我和沈千亿，语气里全是毫不掩饰的嘲讽：重点本科很了不起，你哥是商学院的博士，你姐是医科大学的本硕博连读，他们俩进公司都是从最底层的岗位干起，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沈婉柔的目光瞬间定在我身上，眼里的嫉妒都快溢出来了，伸手指着我的鼻子，尖声喊：他们能跟我比吗？他们是靠着沈家的资源堆出来的，我可是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的重点本科，没有沈家，他们什么都不是。这句话一出，餐厅里瞬间陷入死寂，沈府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实打实的失望。看着沈婉柔的眼神，像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终于彻底察觉到，这个找回来的亲生女儿不仅眼高手低，连脑子都不太清楚。沈千亿差点把嘴里的粥喷出来，赶紧拿起纸巾擦了擦嘴，凑到我耳边压着声音吐槽：我真服了，他是不是脑子有坑？沈家的资源，我当年为了拿项目，在酒桌上喝到胃出血的，他还不知道在哪儿混日子呢。我没说话，低头安静喝着粥，全当看一场免费的闹剧。他根本不懂沈家的资源，只是给你搭个台子，能不能站上去，站得稳不稳，全看你自己的本事。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手术室里10几个小时的连轴转，是熬了无数个通宵啃下的专业典籍，是一次次在生死线上抢人练出来的顶尖技术，跟沈家的资源从来没多大关系。沈婉柔闹了一晚上，沈父咬死了不肯给他换岗位，他转头就缠上了沈母，他天天跟在沈母身后哭哭啼啼，端茶倒水撒娇卖惨。
沈母被他闹得实在没办法，最终松了口，给他安排了行政部的小组长岗位，只管日常报表统计，不用下车间。沈婉柔拿到任命的时候，得意的尾巴都要翘上天了，特意跑到我面前晃了一圈，说什么是金子总会发光，不像某些人只会靠着家里走捷径。我懒得跟他掰扯，转身就走。他那点脑子，连报表上的数字都未必能数清楚，这个岗位只会让他闹出让人更笑掉大牙的笑话。果然，不到1周就出事了。那天我刚结束一台高难度手术，就接到了沈千亿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得直不起腰，跟我说了来龙去脉。沈婉柔接手报表工作后，根本不上心，天天上班摸鱼逛街做美甲，报表连看都不看，随手就填数字交差。这次合作方的订单报表，他把300万的合同金额多打了一个0，写成了3000万。合同模板都拟好了，合作方那边已经盖了章，就等沈家这边签字盖章。一旦合同生效，按照违约条款，沈家要赔付订单金额10倍的违约金，也就是整整3个亿。还是审核部门的老员工发现了问题，紧急叫停了合同，才没酿成大祸，出了这么大的纰漏。行政部总监当场就把沈婉柔开除了，连沈母的面子都没给。结果沈婉柔不服气，直接冲进了公司高层会议室，当着所有高管的面拍桌子撒泼，说整个沈家公司都是他的，谁敢开他，他就让水滚蛋。会议室里鸦雀无声，最后是跟着沈父干了20年的老副总冷冷地说了一句：下次人事招人，别什么人都放进来。一句话把沈婉柔对得当场僵在原地，脸涨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晚上，沈家老宅的饭桌上，气氛压抑的要命。沈婉柔坐在那里哭哭啼啼，把所有的错都推到了别人身上，说审核部门不仔细，说同事故意坑他，说高管不给他面子。哭了半天，见没人理他，他终于察觉到不对劲，拉着沈母的手晃了晃，哭着喊：妈，那个老东西骂我，你快把他开了，给我出气。沈母抽回自己的手，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里全是疲惫。公司太累了，你们就安心在家待着吧，沈家还是养得起一个女儿的。这句话看似是心疼他，实则是彻底把他踢出了沈家的核心圈层。可沈婉柔根本没听出来，反而瞬间破涕为笑，一脸沾沾自喜，抱着沈母的胳膊撒娇：我就知道妈对我最好了。我和沈千亿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无语。优雅的吃完饭，放下筷子就起身出门，各自去忙自己的工作。我刚回到自己的医药公司，副总就一脸焦急的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手里拿着一份合同文件，快步走到我面前。他把文件放在我桌上，语气带着几分急切：沈总，我们跟外国厂商谈了3个月的那批高端医疗器械订单，被人截胡了，对方出了比我们高2成的价格，厂商那边要跟我们毁约，违约金都愿意付。我拿起文件翻了翻，眉头挑了挑，没什么慌乱。我对着副总摆了摆手，示意他别慌，拿起手机翻出了一个越洋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了起来，语气里满是热情和恭敬：沈医生，您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他是这家外国医疗器械厂商总裁，去年是我飞了10几个小时过去，主刀给他做的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靠在椅背上，语气平淡的开口，把订单被截胡的事简单说了一遍。话刚说完，电话那头的人瞬间就急了，连连道歉：沈医生，实在对不起，是下面的人不懂事，不知道这笔订单是您的公司的，我现在就吩咐下去，只跟您的公司签，不仅按原价，我再给您国内的独家代理权。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副总就一脸惊喜地跑了进来，说外国厂商那边来了邮件，不仅恢复了订单，还额外给了独家代理权，价格比之前谈的还要低1成。我点了点头，吩咐他立刻对接合同细节。钱从来都不是万能的，钱加身份地位加过命的交情，对方才会掂量清楚到底该选谁。3天后，设备顺利到岗，我亲自盯着技术人员组装、调试、反复测试，确认所有参数都完美达标后，才在我的私人医院放出了消息。消息一出，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打来电话咨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 S 市的赵家。赵家老爷子是年轻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一手打下了赵家的商业帝国，是 S 市顶尖豪门的定海神针。晚年被心血管的疑难杂症缠了多年，找遍了全球的名医，都没什么太好的效果。看到我们医院放出的消息，赵家人二话不说，当天就带着老爷子从 S 市飞了过来。我亲自去机场接的人，给赵老爷子安排了院里最顶尖的 VIP 病房，带着团队给他做了全套的检查，制定了最稳妥的手术方案。一来二去，沈赵2家的交情就这么搭上了。赵老爷子的手术非常成功，术后恢复的也很好。沈父在饭桌上知道了这件事，看着我的眼神里全是赞许，端着酒杯跟我碰了一下。之余，你这次做得很好，多个朋友多条路，赵家这层关系搭上，以后我们沈家在 S 市做生意就顺畅多了。沈婉柔原本正低头扒饭，听到赵家 S 市顶尖豪门这几个词，眼睛瞬间就亮了，猛地抬起头，一脸激动地看着沈父：爸，你说的赵家
是那个 S 市首富的赵家吗？神父点了点头，语气里带着几分骄傲。没错，这次多亏了你姐姐，我们才能认识赵家人。沈婉柔没再说话，低下头扒着饭，眼珠子滴溜溜地转，不知道在盘算什么歪主意。我看着她的样子，心里隐隐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第二天一早，我正在病房里跟赵老爷子闲聊，观察他的术后恢复情况，前台的护士就打来了电话，语气里满是为难。沈医生，楼下有个叫沈婉柔的女士，说她是您的妹妹，沈家的真千金。她在前台大吵大闹，非要上来见赵老爷子，我们拦都拦不住。我跟赵老爷子道了声歉，起身走出病房，刚进电梯就忍不住揉了揉眉心。这个沈婉柔真是一刻都不让人安生。我刚到1楼大厅，就看见沈婉柔叉着腰，正在对着前台的护士发脾气，妆容精致的脸扭曲着，引来不少患者和家属围观。我快步走过去，冷着脸喊了她一声，把她领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关上门，坐在办公椅上，看着她，语气平淡的开口：“你突然跑到医院来闹，到底想干什么？”沈婉柔猛地抬起头，脸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理直气壮的开口：“我要见赵爷爷。”我皱了皱眉，如实告知赵老爷子是我的病人，刚做完手术，需要静养，而且他根本不认识你。沈婉柔猛地一拍桌子，伸手指着我，尖声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你就是想阻止我和赵公子见面，你这个冒牌货，别想代替我嫁入赵家。”我愣了5秒，才消化完他话里的意思，当场气笑了。我靠在椅背上，看着他，语气里全是无语。赵家有2位公子，都已经结婚了。沈婉柔瞬间怔住了，脸上的笑容僵住，尖声反驳：“不可能，小公子肯定还没结婚，你就是故意骗我，不想让我嫁入豪门。”我懒得跟他废话，起身打开电脑，调出了医院走廊的监控录像。画面里，赵家小公子和他的妻子手牵着手，举止亲密，无名指上的婚戒格外显眼。两人领证的消息，财经新闻上早就报道过了。沈婉柔看着监控画面，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魄，失魂落魄的转身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我看着他的背影，松了口气，以为他终于能消停了，可我没想到，他失魂落魄的往外走，没看路，在走廊拐角狠狠撞到了一个男人身上，男人手里的文件散落了一地。我看着监控画面里，沈婉柔不仅没道歉，反而指着男人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走路不长眼睛吗？撞到本小姐了！”男人弯腰捡文件的动作顿住，站起身看着他，语气平静却带着刺骨的冷意：“大姐，是你撞的我，你妈妈没教过你，撞了人要说对不起。”沈婉柔被对得浑身发抖，指着他，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能站在原地歇斯底里的嘶吼。男人没再理他，捡起地上的文件，戴上口罩，转身朝着病房区走去。我盯着监控画面，无语地扶了扶额头。沈婉柔真是能平平安安长到这么大，也真是个奇迹。可我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就看清了监控里男人的正脸，心里咯噔一下，他不是别人，正是赵老爷子的外孙宋谨言。而就在这时，我的办公室门被人敲响了，护士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带着几分小心翼翼：“沈医生，赵老爷子的外孙宋先生说有事情找您，现在就在门外。”我看着监控里宋谨言冷着的脸，瞬间明白刚才沈婉柔闹的这一出，怕是要算到我头上了。我抬手拉开办公室的门，抬眼就对上了宋谨言的目光。他刚摘下口罩，露出一张轮廓分明的俊脸，眉骨高挺，眼窝微陷，一双桃花眼带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下颌线锋利的像刻出来的。他手里还攥着刚才被沈婉柔撞散的文件，指骨修长分明，身上穿着剪裁合体的黑色休闲西装，身形挺拔，站在门口，把整个门框都衬得窄了不少。他对着我微微颔首，往前迈了半步，把手里的文件往身侧收了收，避开了门口的过道，语气平和，没有半分怒意：“沈医生，冒昧打扰了，我姥爷说想问问后续的康复方案，让我过来找您一趟。”我侧身让他进来，反手关上办公室的门，指了指对面的沙发，示意他坐，转身给他倒了一杯温水，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刚才走廊里的事，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我坐在办公椅上，指尖敲了敲桌面，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不管怎么说，沈婉柔是沈家的人，她惹出来的事，我这个名义上的姐姐总得担着。宋谨言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抬眼看向我，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眼里带着点玩味。不用道歉，我知道他跟你没关系，毕竟能把一台高难度心血管手术做得滴水不漏的人，教不出这么没规矩的人。他一句话就把我和沈婉柔划清了界限，没有半分迁怒，反而还顺带夸了我的医术。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心里那点尴尬瞬间散了个干净。我打开电脑，调出赵老爷子的术后恢复数据，跟他详细说了后续的康复方案，从用药剂量到康复训练的频次，每一个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宋谨言听得很认真，时不时点头问一两句细节，问的问题都精准踩在关键点上。聊完方案，已经是中午了，他合上手里的笔记本，站起身，对着我伸出手，眼里带着真诚的笑意：“沈医生，多谢你了。我姥爷的病
找了这么多医生，只有你给的方案最稳妥，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吃个午饭，就当是我替老爷谢谢你。我看着他伸出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握了上去。他的手掌宽大温热，指尖带着一点薄茧，碰了一下就收了回去，分寸感拿捏得刚刚好。吃饭就不用了，给患者治病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笑着婉拒，刚下手术没多久，我实在没什么力气出去吃饭，只想在办公室里眯一会。宋谨言也没强求，只是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文件，对着我笑了笑。那行，不打扰你休息了，后续有什么问题，我再过来找你。他说完，转身就走出了办公室，脚步很轻，顺手带上了门。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脑子里却莫名浮现出他刚才笑起来的样子，心跳莫名快了半拍。不得不说，宋谨言确实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高帅情商高，说话分寸感十足，完全没有豪门纨绔的那股子嚣张劲儿。下午我去病房查房，刚推开门就看见宋谨言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正低头给赵老爷子剥橘子。赵老爷子看见我进来，立刻笑着朝我招手，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语气格外亲热。知雨丫头来了，我正跟谨言念叨你呢，你这医术真是比那些国外的老专家都厉害。我笑着走过去，拿起挂在床头的病历本翻了翻，又低头看了看监护仪上的各项数据，指尖轻轻搭在老爷子的手腕上，摸了摸脉搏，各项指标都完美达标，恢复的比预期还要好。我收回手，笑着跟老爷子说了几句注意事项，叮嘱他别太激动，按时吃药，好好休息。老爷子听得连连点头，转头就瞪了旁边的宋谨言一眼，语气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你看看人家知雨丫头，年纪轻轻就是顶尖的外科医生，博士学历，长得还漂亮，再看看你，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嘴还那么毒，哪个姑娘受得了你？宋谨言把包好的橘子半递到老爷子手里，抬眼看向我，嘴角勾起一抹笑，眼里的光亮的惊人，一点都没反驳老爷子的话。老爷子看着我们俩，笑得更开心了，拍了拍宋谨言的胳膊，压低了声音，却故意让我能听见。我跟你说，知雨丫头可是个好姑娘，你可得把握住机会，别把人姑娘吓跑了。我站在旁边，脸上莫名有点发烫，跟老爷子又说了两句注意事项，就找了个借口，转身走出了病房。身后传来老爷子爽朗的笑声，还有宋谨言低低的应和声。从那天起，我就开始频繁地见到宋谨言，他几乎每天都会来医院，有时候是陪赵老爷子散步，有时候是给我带各种各样的东西。算准了我下手术的时间，他会拎着保温桶过来，里面是找厨师做的养胃营养餐，不油不腻，温度刚好，正好适合我刚做完10几个小时手术，没什么胃口的状态。知道我喜欢吃草莓，他会每天让人空运最新鲜的奶油草莓，洗得干干净净，装在精致的果盒里，送到我的办公室。他从来不会在我忙的时候打扰我，只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要么处理自己的工作，要么看我放在桌上的医学专著。等我忙完了，才会跟我说上几句话。医院里的小护士和医生都开始八卦，说宋总对我也太用心了，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温柔的不行，就连赵老爷子都打趣我说，我要是跟宋谨言在一起，他以后看病就更方便了。这天我刚结束一台8个小时的手术，脱下手术服，累得手指都有点发僵。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宋谨言站在办公室里，手里捧着一大束红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水珠，艳得晃眼。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线条流畅的手腕。看见我进来，立刻迎了上来，把手里的玫瑰递到我面前，耳尖微微泛红，眼神却格外认真。知雨，送给你。我接过玫瑰，鼻尖萦绕着淡淡的玫瑰花香，看着他，故意笑着问，宋总这是平白无故送我花，我可不敢收。宋谨言往前迈了半步，离我更近了一点，目光紧紧锁着我的眼睛，语气认真的不像话。你有男朋友吗？我摇了摇头，如实回答了一句没有。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一字一句的开口，那沈知雨医生，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我看着他眼里的认真，还有藏不住的紧张，心跳瞬间漏了一拍。我见过太多豪门公子哥的逢场作戏，也见过太多人冲着沈家千金的身份来接近我，可宋谨言不一样，他看到的是沈知雨，是那个能在手术台上独当一面的外科医生，而不是沈家的二小姐。我抬眼看向他，语气平静的开口，我工作很忙，有时候甚至要飞国外，可能没什么时间陪你谈恋爱，你能接受吗？宋谨言想都没想，立刻点头，嘴角扬起一个大大的笑，眼里的光都快溢出来了。当然能接受，你这么优秀，肯定有自己的事业，我也有，我完全能理解。而且我这次留在这，就是为了玫瑰的主人才特意留下的。他太会说话了，每一句都刚好说到我的心坎里。我笑着接过了他手里的玫瑰，点了点头，好，那我答应你。宋谨言瞬间愣住了，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伸手小心翼翼地抱住了我，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我一样，怀里的温度滚烫。当天我们就加了联系方式，一起吃了一顿晚饭，然后就各自去忙工作了。他有个重要的合同要签，当天晚上就飞回了 S 市，我则是
因为赵老爷子的手术打响了名气，又接了一位情况复杂的重症患者。14个小时后，我终于顺利完成了手术，把患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走出手术室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我累得腿都有点发软。推开办公室的门，就看见宋谨言坐在里面，他一身西装，手里拎着保温饭盒，见我进来，立刻站起身迎了上来，伸手扶住了我，语气里满是心疼。累坏了吧？我算着你手术结束的时间，特意去饭店订了菜，都是清淡养胃的，快过来吃点。他搬了个小凳子坐在我旁边，把保温盒里的菜一样一样摆出来，3菜1汤，都是我爱吃的口味，香气瞬间弥漫了整个办公室。我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味道刚刚好，温热的饭菜下肚，浑身的疲惫都散了不少。不得不说，他确实是个会过日子的人，身家不菲，却一点都不铺张浪费，事事都考虑得周到细致。吃完饭，他又端出来一盘洗好的草莓，颗颗饱满通红，看着就诱人。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甜汁瞬间在嘴里爆开，咬着咬着，牙齿突然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是一个用黄金打造的草莓，纹路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绝对是实心的，分量十足。我抬头看向他，晃了晃手里的黄金草莓，笑着问：这是什么？给我的惊喜。宋谨言伸手握住我的手，把黄金草莓放在我的掌心，指尖轻轻摩挲着我的手背，眼里满是笑意。喜欢吗？别人有的，我的女朋友也得有。我食指勾了勾他的掌心，笑着点头。他的耳尖瞬间红了，手微微缩了一下，又反过来紧紧握住了我的手，眼神温柔的不像话。手术后的疲惫瞬间涌了上来，我靠在沙发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棂照进来，落在宋谨言的身上，给他俊美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他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钢笔，正在文件上勾画。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起头，对上我的视线，仰头一笑，眼里的温柔快要溢出来。醒了，我带了早餐，洗漱一下过来吃吧。我呆呆地点了点头，心跳快得像是要跳出胸腔。那一刻我无比确定，我是真的栽在这个男人手里了。周末沈家固定的家庭聚餐，我和沈千亿坐在沙发上吃水果，手里拿着手机，时不时低头回一下宋谨言发来的消息，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沈千亿啃了一口柚子，凑过来撞了撞我的胳膊，一脸八卦地看着我，挤眉弄眼的。不会吧，不会吧，我老妹居然谈恋爱了，看你春心萌动的样子，太不对劲了。我抬眼瞪了他一下，脸上有点发烫，点了点头，谈恋爱了。沈千亿瞬间来了精神，把手里的柚子往桌上一放，凑得更近了。谁啊？哪家的小伙子，居然能把你追到手，不容易啊，是不是他追的你？我脸上带着笑，语气里满是藏不住的甜蜜。是宋谨言，赵老爷子的外孙，做新能源汽车的，他挺会照顾人的，说话也好听，对我也很用心。沈千亿瞬间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宋谨言，年轻有为的那个？可以啊，老妹，你这是直接掉了个金龟婿啊。我们俩的对话被刚走进餐厅的沈父沈母听得一清二楚。沈父坐在主位上，看着我，脸上满是赞许的笑意，点了点头。宋谨言这孩子我知道，年轻有为，做事稳当。之余，你的眼光不错。沈母也笑着给我夹了一筷子菜，语气里满是欣慰。你也老大不小了，能遇到个靠谱的人，妈也放心了。我们一家人正聊得开心，沈婉柔突然从楼上冲了下来，猛地一拍桌子，伸手指着我的鼻子，眼睛瞪得通红，歇斯底里的尖叫：沈之宇，你凭什么去联姻？你只是个报错的冒牌货，居然偷偷摸摸要代替我嫁人。餐厅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他像是没看见我们冰冷的目光一样，往前冲了2步，眼泪糊了一脸，语气里满是怨毒和不甘。凭什么？你偷走了我20多年的豪门生活，现在居然还想抢走我的丈夫？沈千亿瞬间就忍不了了，猛地站起身，挡在我面前，看着沈婉柔，语气冷得像冰：你胡说八道什么？之宇是我妹妹，也是沈家的2小姐，什么叫代替你？你想找对象自己去谈，别在这里风言风语的。沈父就没这么客气了，他猛地把手里的筷子往桌上一拍，发出刺耳的声响，看着沈婉柔，眼神里全是怒意。你给我闭嘴，再敢用这种语气跟你姐说话，就给我滚出沈家。沈婉柔不敢置信地看着沈父，哭得更凶了，伸手指着我，尖声喊：爸，你怎么能帮着一个外人？该滚的是他，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就算要联姻要嫁入豪门，也该是我去。沈父冷笑一声，看着他，语气里全是毫不掩饰的失望。凭什么？就凭他是医学博士，是国内顶尖的外科医生，能光耀我沈家门楣，能给沈家带来实打实的价值和人脉。沈婉柔哭着喊，一脸的委屈：爸，你也太物质了，在你眼里就只有价值，没有亲情吗？沈父靠在椅背上，看着他，眼神冰冷。没有我们没日没夜的挣钱，你能住着大别墅，背着几万块的包，随手挥霍？你不物质，你哭着喊着要嫁入豪门，不是为了钱吗？
沈婉柔瞬间哑口无言，站在原地，脸涨得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猛地把手里的包摔在地上，哭着喊了一句：“你们都欺负我！”就转身疯了似的跑上了楼。餐厅里的气氛瞬间恢复了正常，我们没人再提她，笑着聊起了最近的工作和生活，仿佛刚才的闹剧从来都没发生过。吃完饭，我回到自己的别墅，第一件事就是给私人医院的保安队打了电话，把沈婉柔的照片发了过去，叮嘱他们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能让她进住院部和我的办公区。我太了解她了，她极度心强，指不定会跑到医院去闹，打扰到患者休息，甚至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保安连连应下，说一定会盯紧，绝对不会让她进去闹事。挂了电话，我松了口气，以为拦住她进医院就能让她消停几天，可我万万没想到，沈婉柔根本就没打算去医院闹。他转头就扎进了本地豪门圈的纨绔子弟堆里，天天跟着一群人喝酒逛会所，逢人就哭诉自己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说我这个假千金鸠占鹊巢，抢走了他的父母，抢走了他的豪门生活，甚至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联姻对象。短短几天，我是沈家报错的假千金这件事就传遍了整个豪门圈。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为了在那群纨绔面前争面子，为了证明自己才是沈家真正的大小姐，竟然脑子一热，做出了一件差点让沈家万劫不复的蠢事。那天我刚结束一台手术，脱下手术服，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沈千亿的电话打了进来，他的语气里带着我从未听过的慌乱和焦急。知雨，你快回老宅，出事了！沈婉柔在私人会所里给陆家大少下药，被人当场抓包了。我手里的手机差点滑落在地，指尖猛地攥紧，转身就往医院楼下跑。助理追在身后递车钥匙，我一把抓过，快步冲进停车场，拉开车门坐进去，引擎瞬间轰鸣着冲了出去。一路上，我把油门踩到底，脑子里飞速过着沈千亿话里的信息。陆家，本地真正的顶尖豪门，根基深厚，手里握着半个城市的商业命脉。沈家在本地只能算中等豪门，在陆家面前根本不够看。沈婉柔这次是真的捅了天了。20分钟后，我一脚刹车停在沈家老宅门口，推开车门往里冲，刚进客厅就被里面压抑到极致的气氛裹住。沈父瘫坐在主位的沙发上，脸色惨白，手里捏着降压药的药瓶，胸口剧烈起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沈母坐在旁边，眼眶通红，脸上没一丝血色，手指攥得发白，浑身都在抖。沈千亿站在落地窗前，手里捏着手机，眉头拧成了疙瘩，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语气里全是焦头烂额的急切。可每一个电话挂掉，他脸上的绝望就多一分。听见我进来的动静，三人同时抬头看过来，沈母瞬间红了眼，站起身，快步走到我面前，抓住我的手，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知雨，你可回来了，沈家要完了，婉柔她闯了滔天大祸了。”我扶着她坐到沙发上，给她倒了一杯温水，递到她手里，抬眼看向沈千亿，语气冷静的开口：“哥，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沈千亿挂掉手里的电话，狠狠一拳砸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咬牙切齿的开口，眼底全是怒意。他说：“沈婉柔天天跟圈子里那群不务正业的纨绔混在一起。昨天晚上在私人会所，他居然买通酒保，给陆家大少陆明宇下药，人刚扶到房间门口，就被陆家的保镖当场抓包，监控拍得一清二楚，人证物证俱在。”我指尖猛地一顿，心里咯噔一下。陆明宇是陆家这一代的独苗，是陆家捧在手心里的继承人，早就跟门当户对的未婚妻订了婚，婚期就在半年后。沈婉柔这一下不仅是丢了沈家的脸，更是狠狠打了陆家的脸，把陆家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沈府缓过一口气，把手里的药瓶往茶几上一放，声音沙哑，带着前所未有的疲惫：“今天一早，陆家就动手了。我们公司好几个正在谈的大项目全被陆家截胡了，正在施工的项目被人匿名举报，现在全面停工调查，合作了10几年的合作方纷纷跟我们解约，沈家现在就是四面楚歌。”沈母抹了一把眼泪，声音里全是悔意：“是我不好，是我太纵容他了。”我皱着眉，指尖轻轻敲着沙发扶手，脑子里飞速想着解决办法。陆家这次是真的动了怒，以陆家的实力，想捏死沈家，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沈家找遍了所有能搭上的关系，都没人敢出面帮忙，没人愿意为了沈家得罪根基深厚的陆家。就在这时，楼梯口传来噔噔噔的脚步声，沈婉柔从楼上跑了下来。她脸上的妆花得乱七八糟，眼睛红肿，头发乱糟糟的。看见我们，不仅没有半分愧疚，反而猛地冲到我们面前，尖声喊了起来：“爸妈，哥，你们快给我出气！陆明宇那个混蛋居然敢让保镖打我，还有他那个未婚妻居然敢扇我巴掌，你们快给我报仇！”这句话一出，沈府瞬间就炸了，猛地站起身，扬手一巴掌狠狠扇在了沈婉柔的脸上，啪的一声脆响，在安静的客厅里格外刺耳。沈婉柔被打得一个趔趄，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沈父，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尖声嘶吼：“你打我！你居然为了外人打我！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沈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门口怒吼道：“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就是因为你那点上不得台面的心思，沈家就要被你毁了。你现在给我滚！我沈家没有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沈婉柔捂着脸，不仅没认错，反而怨毒地瞪着我，伸手指着我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喊：这一切都怪沈之宇，要不是他抢走了本该属于我的联姻机会，抢走了爸妈的宠爱，我怎么会去攀陆家？都是他的错，是他这个冒牌货害了我。我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心里最后一点耐心也耗光了。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语气冰冷，没有半分温度。到现在你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你想嫁入豪门，想往上爬，没人拦着你，可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不仅毁了你自己，还把整个沈家拖下水。陆家是什么样的存在？你以为凭你这点小聪明就能拿捏人家？我是沈家的大小姐，沈家就该给我撑腰。沈婉柔梗着脖子，理直气壮地喊。沈母看着她，眼里最后一点愧疚和心疼也彻底消失了。她别过脸，声音冷得像冰，我们养不起你这样的大小姐，从今天起你别再叫我妈了。沈婉柔瞬间慌了，她终于意识到这次爸妈是真的不要她了。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爬过去抱住沈母的腿，哭着求饶，说自己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爸妈再给她一次机会。可这次没人再心软，沈家上下为了他闯的祸已经焦头烂额，连生存都成了问题，哪里还有心思再纵容他的无理取闹？接下来的2天，沈家彻底陷入了绝境。沈父带着厚礼亲自上门去陆家道歉，连陆家的大门都没进去，就被保镖拦在了门外。沈千亿找遍了所有的朋友、合作伙伴，可一听说得罪了陆家，所有人都避之不及，连电话都不肯接了。公司的项目全面停工，每天都有员工来辞职，供应商堵在公司门口要货款。沈家一夜之间就从风光无限的豪门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沈父愁得一夜白了头，天天靠降压药撑着。沈母整日以泪洗面，沈千亿熬的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看着家里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坐在办公室里翻着自己的通讯录，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看，想着有没有能搭上陆家的关系。就在我翻到通讯录最底部的时候，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陆洪山。我脑子里瞬间闪过一道光，猛地坐直了身体。陆洪山老先生是陆家现任家主的亲叔叔，是陆明宇的叔公，更是陆家辈分最高、最有话语权的老太爷。半年前他突发疾病，是我主刀的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手机翻出了陆老先生的号码，拨了过去。电话响了2声就被接了起来。电话那头传来陆老先生爽朗的声音，带着十足的恭敬和热情。沈医生，哎呀，稀客啊，您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我压着心里的紧张，把沈婉柔闯的祸，还有沈家现在的困境，一五一十地跟陆老先生说了一遍，语气诚恳地开口：陆老，这件事确实是沈家管教不严，出了这样的事，我代沈家跟您跟陆家赔罪。我知道这件事让陆家颜面尽失，可沈家不能就这么毁了。您能不能帮我搭个线，让我跟陆家主当面道个歉？陆家有什么要求，只要我们能办到的，绝对不会推辞。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陆老先生带着怒意的声音：这件事我知道，明宇那小子，一个大男人跟个小姑娘计较什么？当然了，那个叫沈婉柔的确实该教训，但是你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沈家的事到此为止。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沈千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沈千亿在电话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劫后余生的狂喜：之宇，成了，陆家那边来电话了，说不追究了，项目解封了，合作方也回来了。我靠在椅背上松了一口气，悬了2天的心终于落了地。我从来不是靠着沈家的光环活着，我手里的手术刀，我救过的每一个人，我攒下的每一份人情，都是我最硬的底牌。当天下午，我陪着沈父沈母再次去了陆家。这次陆家的大门敞开着，陆家主亲自在门口迎接，看见我立刻笑着伸出手，语气格外客气：沈医生，久仰大名，早就听我叔叔说您是医学界的奇才，救命之恩我们陆家没齿难忘。之前的事是个误会，以后我们2家还是朋友。沈父沈母站在旁边，看着陆家主对我恭敬的样子，眼里满是骄傲和欣慰。全程都是我主导着对话，应对得体，不卑不亢，既表达了歉意，也守住了沈家的底线。陆家主对我越发欣赏，临走的时候还跟我互换了联系方式，说以后家里人有什么健康问题，还要多麻烦我。从陆家出来，坐进车里，沈母握住我的手，眼眶通红，语气里满是感慨：之宇，这次要不是你，沈家就真的完了，你永远是沈家的女儿，谁也替代不了。我拍了拍他的手，笑了笑，没说话。我早就知道，豪门里的亲情从来都不是靠血缘维系的，而是靠价值。我能给沈家带来人脉，带来资源，带来实打实的利益，能在沈家危难的时候力挽狂澜，我就永远是沈家的2小姐。而沈婉柔除了惹祸拖后腿，什么都给不了沈家。
就算有血缘关系，也终究会被抛弃。回到沈家老宅，我们刚进门，沈婉柔就冲了上来，看见我们平安回来，脸上瞬间露出了喜色。爸妈，我就知道你们肯定能解决，陆家算什么？还不是得给我们沈家面子。沈父看着他，脸上没有半分表情，语气冷得像冰。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件事因你而起，差点毁了整个沈家。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该自己出去自力更生了。沈家养不起你了。沈婉柔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求饶，说自己真的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求爸妈不要赶他走。他甚至以绝食相威胁，可这次沈父沈母铁了心，没有半分心软。3天后，沈家的司机拿着一张200万的银行卡，把沈婉柔送回了他原来的养父母家。200万，省着点花，足够他安稳过一辈子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婉柔。沈家的日子终于恢复了平静，甚至因为搭上了陆家的关系，公司的生意更上一层楼，彻底站稳了脚跟。这天晚上，我刚结束一台手术，回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是宋谨言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传来他带着心疼和自责的声音：“之宇，沈家出事，你怎么不跟我说？要不是我今天听老爷说，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靠在椅背上，听着他温柔的声音，心里一软，语气带着点心虚。我以为自己能解决，就没跟你说，不想让你跟着担心。宋谨言的声音温柔又坚定：“宝宝，我是你的男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希望你能跟我多分享，不管是开心的事还是难办的事，我都想跟你一起扛。是我不好，没有给你足够的安全感。”挂了电话没多久，我的消息就炸了，无数条好友申请涌进来，还有医院的同事、沈家的亲戚纷纷给我发消息，问我是不是跟宋谨言在一起了。我一脸疑惑，点开朋友圈就看见宋谨言10分钟前发的一条动态，是我们之前在国外一起拍的合照。照片里，我靠在他肩上，笑得一脸开心。他低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配文只有8个字：无期，请大家多多关照。评论区已经彻底爆了，全是 S 市商圈的大佬，还有他的朋友，清一色的祝福。我看着照片，嘴角的笑意藏都藏不住，心跳快得不像话。沈婉柔被送走后的大半年，沈家的日子过得风平浪静，甚至比以前更顺遂。搭上陆家这条线后，沈家公司的业务版图一路扩张，从本地中等豪门一步步跻身省内顶尖行列。沈父沈母彻底放下了对沈婉柔的最后一点念想，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我和沈千亿身上。逢人就夸，说他们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养了我这个女儿。我和宋谨言的感情也稳定升温，他几乎每周都会从 S 市飞过来陪我，忙的时候我们就隔着时差打视频电话，各自处理工作，哪怕不说话也觉得安心。他从不会干涉我的事业，只会在我需要的时候永远站在我身后，给我最稳妥的支撑。我弟私人医院，各地的名流富豪都排着队预约我的手术，而我的医药公司也迎来了最关键的节点。我们团队耗时3年，投入上亿资金研发的特效药，终于进入了最终的临床数据核验阶段，市场前景不可限量。这段时间，我几乎吃住都在公司的研发中心，带着团队反复核验每一组数据，排查每一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连轴转了整整1个月。可就在我准备召开发布会的前3天，意外发生了。那天早上，我刚到研发中心，副总就脸色惨白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手里攥着平板，手抖得不成样子，连声音都在发颤。沈总，出事了！华海医药刚刚召开发布会，宣布他们研发出了同款特效药，公布的核心临床数据跟我们的几乎一模一样，连我们设计的专利壁垒都被他们完全破解了。我手里的钢笔猛地顿住，抬眼看向他，接过平板，快速划着发布会的内容，越看我的眉头皱得越紧。华海医药是我们在国内最大的竞争对手，这几年一直跟在我们身后，却始终差了一大截。这次他们公布的数据，从核心分子式到临床有效率，甚至连我们特意设置的几组对照数据都分毫不差。当天下午，我们公司的股价就应声暴跌，连续触发跌停。之前谈好的几家投资机构纷纷暂停了合作洽谈，连已经签了约的原材料供应商都打来电话，犹豫着要不要继续供货。研发中心里人心惶惶，跟着我熬了3年的核心研发人员，个个脸色难看，眼里满是不甘和愤怒。沈千亿知道消息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我的公司，看着我熬得通红的眼睛，语气里满是心疼。之宇，别慌，哥这里有资金，不管出什么事，哥都帮你扛着。宋谨言也放下了 S 市所有的工作，当天就飞了过来。走进我办公室的时候，他手里拎着保温桶，里面是我爱吃的养胃粥。宋谨言没多说什么，只是把粥放在我面前，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语气坚定：宝宝，别怕，有我在，不管是查内鬼还是应对后续的事，我都陪你一起。看着他们，我原本紧绷的心瞬间安定了不少。我不是孤军奋战，而且
我沈之宇能走到今天，从来不是靠运气，这点风浪还打不倒我。我立刻召集了核心团队，关上门，开始排查数据泄露的源头。我们的核心研发数据只有不到10个人有权限查看，每一次数据调取都有严格的记录和权限审批。想查到是谁泄露的，并不难，只用了不到半天，我们就锁定了目标，研发部的一个年轻助理林晓，他是半年前招进来的，负责辅助核心团队整理数据，手里有基础的查看权限。后台记录显示，在发布会前1周，他多次在非工作时间登录系统，下载了完整的核心数据，还通过加密邮箱把文件发了出去。我们顺着邮箱往下查，很快就查到了接收邮箱的注册人信息。看到那个名字的时候，整个会议室里一片死寂。沈婉柔，消失了大半年的沈婉柔，竟然是这次数据泄露的幕后主使。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指尖轻轻敲着桌面，心里没有半分意外，只剩下浓浓的嘲讽。他果然还是死性不改，自己没本事，就只会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阴招，想着偷别人的心血，一步登天。更让我觉得可笑的是，我们查到林晓之所以愿意铤而走险，是因为沈婉柔拿着沈家真千金的名头忽悠他，说自己才是沈家真正的主人，等他拿下这个项目，就能掌控整个医药公司，到时候让林晓做研发总监，年薪100万，还额外给了他50万的定金。他到现在还做着沈家大小姐的美梦，以为凭着那点血缘关系就能抢走我的一切。3天后，国内顶尖的医药行业峰会在本市召开，我带着团队准时出席。刚走进会场，全场的目光就齐刷刷地落在了我身上，有同情，有看热闹，也有等着看我笑话的。毕竟华海医药抢在我们前面发布了特效药，所有人都觉得我这3年的心血彻底打了水漂，我的医药公司也会因此一蹶不振。我面不改色，带着团队走到预留的座位上坐下，刚端起面前的水杯，就听见身后传来了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的声响，还有一道熟悉又刺耳的女声：哟，这不是沈总吗？自己辛辛苦苦研发了3年的东西，被人抢了先，心里不好受吧？我放下水杯，缓缓转过身，就看见了沈婉柔。她穿着一身紧身的红色礼服，脸上化着浓妆，身上戴满了珠宝首饰，手里挎着限量款的名牌包，身边跟着的正是华海医药的老板张总。几个月不见，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张扬了，只是眼底的刻薄和嫉妒怎么都藏不住。他走到我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我，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故意拔高了音量，让周围的人都能听见。沈之宇，你是不是没想到，你抢走了我20多年的人生，现在我也能抢走你的一切。这款特效药马上就要上市了，到时候你的公司只会破产倒闭。周围的人纷纷围了过来，举着手机拍照，等着看我们俩的好戏。张总也搂着沈婉柔的腰，看着我，脸上满是胜券在握的笑意。沈医生，久仰大名，不过在商场上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识相点。现在把公司卖给我，我还能给你留一口饭吃。我看着他们俩一唱一和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沈婉柔，语气平淡，却带着十足的底气。沈婉柔，能被你轻易偷走的东西，从来都不是我最核心的底牌，你偷到的只是我给你挖好的陷阱。沈婉柔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尖声反驳：你胡说八道什么？少在这里装模作样，数据我们都拿到了，你还想狡辩？我没理他，抬手示意身后的助理打开了会场的大屏幕，屏幕上首先出现的是我们这款特效药的核心专利证书，申请时间比华海医药的发布会早了整整1年，覆盖了所有的核心分子式和制备工艺。全场瞬间哗然，专利在手，不管华海医药的数据做得多完美，只要他们敢上市，我就能让他们赔得底朝天。张总的脸色瞬间白了，下意识地松开了搂着沈婉柔的手。我没停下，继续切换着屏幕上的内容。第2页是我们公布出去的那组数据和华海医药发布的数据做了详细的对比标注。我指着屏幕上的几组数据，声音清晰地传遍整个会场，大家可以看清楚，这几组核心对照数据是我们特意做了区别的。真实的临床数据里，这几组数值有严格的区间限制，而我放出去的这版，别说上市，连临床实验都过不了。全场瞬间安静的落针可闻，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张总和沈婉柔身上，眼神里满是嘲讽和鄙夷。偷了半天，竟然偷了个有致命缺陷的废数据，还大张旗鼓地召开发布会，这不是把自己的脸往全世界面前送吗？我继续切换屏幕，放出了最后一组内容，沈婉柔和林晓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还有他和张总谈合作的录音，里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他们是怎么合谋偷走数据，怎么计划着搞垮我的公司，铁证如山，容不得他们半分狡辩。沈婉柔的脸瞬间惨白得像纸一样，浑身都在抖，踉跄着后退了2步，嘴里反复念叨着：不可能，这不可能。张总的脸更是绿了又白，白了又青，站在原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周围的合作商、投资人瞬间就炸了锅，纷纷围上去，围着张总质问，要跟华海医药解约，还要索赔之前的投资损失。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2个人，瞬间成了过街老鼠，被围在中间，狼狈不堪。我带着团队转身走出了会场，没再看他们一眼。跳梁小丑不值得我多费心思，后续的发展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华海医药因为侵权丑闻加上数据缺陷被曝光，所有的合作方全部解约，投资人纷纷撤资，股价一路暴跌，不到半个月就宣告资金链断裂，彻底破产。而沈婉柔不仅没拿到张总承诺的1000万好处费，还被关进去踩缝纫机了。她不会明白，我能拥有的一切从来都不是靠沈家千金的身份，而是靠我自己的双手拼出来的。她只想不劳而获，只想抢走别人的东西，最终只会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风波过后，我的医药公司不仅没垮，反而因为这次事件彻底打响了名气。我们的特效药顺利通过了所有审批，成功上市，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我真正做到了，我自己就是豪门，沈家也因为我的关系彻底站稳了顶尖豪门的位置。沈父沈母逢人就说，他们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是养了我这个女儿。在庆功宴上发生了一件让我这辈子都难忘的事。宴会进行到一半，全场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聚光灯打在我身上。宋谨言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拿着戒指盒，缓缓走到我面前，单膝跪地。他抬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温柔和认真，一字一句的开口：沈之宇，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掌声。沈千亿和沈父沈母站在人群里，笑着朝我们挥手。我看着他眼里的星光，笑着伸出手，点了点头，我愿意。他把戒指戴在我的无名指上，站起身，紧紧地抱住了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老婆，以后不管风雨，我都陪你一起。1年后，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来的有医学界的泰斗，有商圈的大佬，有我救过的患者，有沈家的亲友，还有赵家、陆家的人，场面盛大，轰动了整个城市。婚后，我们依旧各自忙着自己的事业，却也永远把对方放在第一位。他会陪着我飞遍全球做手术，我也会陪着他去谈各种合作。我们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活成了所有人都羡慕的样子。偶尔我会想起刚穿来的时候，周岁的我在满堂的金银珠宝里死死抱着那顶博士帽不肯撒手。那时候我就知道，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只有握在自己手里的本事才是永远的底气。真千金认亲又如何？豪门宠我，从来不是因为我是谁的女儿，而是因为我是沈之宇，是能独当一面的顶尖医生，是能创造价值的行业翘楚，是我自己本身就是豪门。